捐精本是一种自愿行为，与出生子女没有法律关系，与生母更不会有任何关联。然而，却有这样一名男子在捐精后，认为自己就是孩子亲爹，想要干涉孩子的生活，甚至还想剥夺其生母的权利。那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罗伯特是美国人，现定居英国，是名资深捐精者，捐献行为已有13年，可谓把捐精当成了个事业。他不仅持续捐精，还到处宣扬，称自己的孩子从亚洲遍布到澳洲。但他这种极度热爱的背后，隐藏着却是极度的控制。2023年，他缠上一名叫玛丽的英国女性。玛丽是同性恋，有自己的伴侣，两人关系稳定。但自从遇到罗伯特，生活就被打乱了。刚开始，罗伯特声称玛丽与自己在汽车内发生关系后怀孕，所以他固执地认为要通过起诉获取孩子抚养权。他想修改孩子出生证明上的名字，要求孩子称呼玛丽的伴侣为阿姨。他企图通过这一系列操作，否认玛丽及其伴侣与孩子的母子关系，完全忽视两位女性抚养孩子的事实。在他看来，我自己捐了精子，虽然没有抚养过孩子，但我就是孩子的亲爹。可法院的调查显示，罗伯特捐精，玛丽却有歧视。但他与玛丽发生关系纯属捏造。要说罗伯特与孩子有关系，那也只是孩子出生几周后一次短暂见面与拍照而已。而罗伯特近2年的诉讼让玛丽精神状况一度恶化，甚至出现了自杀倾向，与伴侣关系也险些破裂。为了避免罗伯特纠缠，玛丽建议他每年发张卡或写封邮件，待孩子长大后再告诉孩子写信者是谁。但罗伯特认为，既然算盘落空，便没必要做这种劳心伤神的事，毕竟他的孩子可是有将近180个。罗伯特的这种骚操作让他的名声一落千丈，他的这种私人捐献行为也被人推到风口浪尖。法院在裁决时也向所有接受私人捐精的女性发出警告，让他们要了解并调查好捐献者信息，以及捐献后与其来往的风险，以免再出现这样的噩梦。究其罗伯特背后意图，其实就是想通过孩子为自己谋利，甚至取得英国合法居住权限，并以此解决之前的债务问题。玛丽与伴侣因罗伯特的纠缠承担了很大的压力，而他在起诉的2年中却过得无比潇洒。他宣扬自己可以提供人工、自然受孕等捐赠服务，还可以参与全过程的管理，甚至他还宣称自己很受黑人女性欢迎，因为他的存在，这些女性可以拥有金发碧眼的孩子。他在标榜自己的同时，还不忘诋毁正规医疗机构，声称医生会用自己的精子偷偷更换掉捐赠者的精子，有时还会将胚胎毁掉。然而，正规医院有监管机制，而他这种个人捐赠则属于无人监管、放任自流的状态。为了将自己扮演成无辜者，他在媒体面前总是一副可怜模样，声称自己很孤单，渴望与女性组成家庭。他称自己之所以热衷于捐赠，是为了帮更多女性拥有自己的孩子，但在捐助期间，他却小动作不断，不是对捐赠对象下手，就是跟对方约会。2021年，他还曾与一名捐赠对象订婚。可无论他如何吹嘘的天花乱坠，随着这件事情的曝光，更多女性看到他恬不知耻的嘴脸，以及他自私自利的心理。他的这种行为是否会引发伦理大战尚未可知，只希望更多想要孩子的女性擦亮眼睛，不要被罗伯特这类人蒙骗，也希望他早日受到惩罚，不再祸害女性。